大家周末好。我们上一周没有给大家录像，那么这一周的复盘内容是比较多的。我们题目叫不做羚羊，做鳄鱼。那么在股市中，谁是羚羊，谁又是鳄鱼？你是否愿意当羚羊，还是当鳄鱼？那么宏观上，我们有太多的消息可以去分析。市场走到现在这一步，有人疯狂看多，有人非常谨慎，我们该如何去应对？那好，请您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复盘 ，Let's go。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大家都关心的熊市结束了没有。我们这里看到了非常分裂的两种不同信号。第一种是全面性的反弹在这一段发生，也就是市场的反弹不是由个别板块带领，而是全方位的全深度的这种改变。那么这是从底部向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且市场在这之前出现了历史上难以见到的悲观情绪。那么这两点都在熊市结束的 checklist 上已经发生。那么后面还有两点宏观的，一个是货币政策是否转向，经济衰退是否持续。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连续2个季度美国的 GDP 是负数，那么在具体的技术定义中，这已经来到了衰退。那么我们知道，市场上的反转一定是在衰退到一定程度的绝望期，或者是货币政策转向的那个时刻。那么回顾不管是20年、18年还是16年的回调下跌，最后再推到像08年这种少见的暴跌，它一定会有2条中的1条，但现在这2条似乎都没有完成。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这个市场？那么我看到其实市场上偏谨慎的人是比较多的，那偏乐观的人呢相反比较少。那么我想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偏谨慎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否预示着后面就一定是大跌呢？这个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Come Down to Fed。 那么这里面我们调到今年的这个加息，350、375是最多占 50%， 那么375到400是 22.7%。 那么如果按照美联储布拉德所说的话，那到 3.5 到400才是，那么这里只有 23%， 还稍微差了一点。我们再往后看啊，也就是23年，我们看23年2月的这里来看23年2月的话，那么这只有 5.7%、28.8%。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美联储的加息没有因为现在大家乐观而降低，相反他们还在扩张，也就是加息继续增加的路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在这段时间并不是转向，反而增加了继续升息的概率。我们知道市场最近这段时间有一定的反脆弱性，也就是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不管多鹰派，市场上完全忽略这些声音，就是往里砸钱。那么这一点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市场上本来有很多空头，它需要回补。第二点是，就是因为大家的情绪过于悲观，造成了只要资金进入，其实就是给多头增加燃料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之前发现扎空扎的是空头，扎空同样扎的是空手，大量人是空仓，你不使劲拉起来，他们不能当你的接盘侠。这就是市场上情绪的这么一个过程，要涨还要继续涨涨到你心非常的痒，非常受不了的时候才能进场接盘。这也是市场周期和心理博弈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从宏观的政策上看到了市场上的通胀没有任何拐头的迹象，同时看到了美联储的加息仍然箭在弦上。那么货币政策现在至少没有任何改善，同时我们看到了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更低的失业率，只是因为劳动参与率又再次降低，意味着市场上现在仍处于一个相对过热的状态。那么这为美联储继续疯狂加息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经济可以盖定义，可以说没有衰退，只要就业市场仍然非常饱和，美联储就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加息。可是我们发现，其实市场上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因为非常大的通胀和比较低的工资，造成了底层的很多职位空缺永远填不上。那么这就意味着大量的空缺、大量的职位，它放在那里，不会让你很多的这个失业率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不管是联储官员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们看到了有的时候就可以装没看见，那么还可以就是疯狂的做鹰派的举动。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对市场的看法，起到了要谨慎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们不是时政节目，但是我们作为财经的一个节目，我也稍微聊一聊台海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台海这件事情最近搞得剑拔弩张，那么它所带来的致命影响是什么？第一，会加速半导体产业从亚洲迁走，也会加速中美两国对于很多产业的直接竞争。第二点是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这个时候中国的一些举措，不管是人民币贬值，还是通过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以来缓解通胀的这些方法，在短期内都不可能马上实现。那么这就是为未来通胀无法快速下去埋下了一个恶劣的影响或者种子。我们知道，在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的这个5到10年中，各个央行如此疯狂的宽松和印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通胀无法上去？主要原因就是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合作。我虽然印了很多钱，但是我的生产力成倍的匹配或者提高。那么全世界都是受到这种宽松政策的鼓舞，同时没有通胀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是得益于大家相互协作。那么台海出现的这个问题，这样危机也好，政治问题也好，它最终将使全球化的进程背道而驰，将延续甚至扩大各个国家闭关锁国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今天就是大概说两下，就是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短时间内还不能判断它一定到底，但是资金确实大量涌入，股市的深度确实大量的回补。那我们要从技术和统计上跟大家分享，到底该如何去看。又到了分享老朋友 Sentiment Trader， 同时呢，这一周 Chris Silvernaccio 他在他的频道中我会把视频链接贴到下面，也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大家还记得没有？上次我们在发周面视频的时候，也就2周之前，这个信号的出现，也就是市场出现底部，大量的股票同时上涨的时候，87%的概率这里就是底部。那么在这2周的整个市场表现中，是确认了这么一个趋势，或者说这么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现在呢有一个什么隐忧呢？隐忧就在这里，就是市场上快速的反抽，或者说创建了内部深度非常强的反转信号。短期内呢，我们发现聪明钱和傻钱的这个距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周的 Sentiment Trader 的话，其实他给的统计也是深度变化所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好处。那么这样的信号出现之后，如果你现在作为买入，那么1年以后的正收入的，或者说收入为正的期望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偏牛的一个信号。我们如果强行去理解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元虽然作为万恶之源不停的上涨那么美元这个东西它上涨的过程中，其实是
对整个大公司财报虽然不利，但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它对于美股市场的吸引力其实更增加了。也就是我作为一个比如中国投资者、亚洲投资者，我投资用本地货币换成美股的时候，它涨得比你现在要多，因为美元同步在上涨，所以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是增加了。这是对美元上涨对美股的一个好处，和美股和美债都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当然这个地方我没有做回测或者说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分析，但现在我们知道市场上深度的翻转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意味着翻转非常厉害，成为底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现在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来看图，还来到我们周线上的简单交易系统啊。顺便说一下，点简单交易系统，如果您用下面的链接开户，我就送您3个月使用的权限。如果您有兴趣，可来到我们 Discord 去访问这个简单交易系统的用法，或者是如何购买。那么这里周线上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买信号之后这是连续的一个折腾了以后，现在来到了紫色带的阻力中。那么这是周线上，但是它现在变绿色还没有发生一个周线趋势的一个变化。那么有没有可能走成像3月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最后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有没有可能说就走成了2020年的这种走势，一旦变色之后一直到这个时候才走，也有可能。两种可能皆有。但是历史上发生反弹或者反转的时候，在紫色带这个位置上往往都要进行回测或者是停留。大家看进来之后都要横盘或停留这是跌的比较少的。跌的比较多的，大家看紫色带这个地方一定会成为一个纠结的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紫色带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就是统计出来的，就是统计出哪些地方容易纠结，那就把这个地方统计出来。其实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均线的一个平均成本的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SPX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周线级别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日线上它的走势。日线上我们上周说到了，正好扎到了紫色线上，整个一周其实就是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这一周就是一个横盘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标准普尔周线上的这么一个分析。那么我们来看到日线上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方向看，那么我们来看周线。我们上次说了，如果 MACD 下沉的非常多，往往不会直接微上去，因为向上的阻力非常大。那么我们如果换一个方式，如果仅仅用彩虹图的分析方法周线级别彩虹图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我们现在的走势，我们来分析看这周线。好，那么周线上这个彩虹图的走法，我们弄12年，大家看周线上的一个上升，现在下降之后，这个地方形成了周线级别的一个反转。我们现在周线上正好来到了压力的什么呢？压力的集中处。我们再把离得近一点，就4年了。大家看，这里是压力的集中处。如果你再看多，在这个位置上都应该主动减仓进行回避，这是周线上，因为它一次性冒过去的概率不大，即使大，大家知道如果真的是出现这儿横盘冒出去涨得非常凶，也会回调给你机会。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综合的阻力的这么一个特征，就是为什么这均线粘在这儿，你不管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均线，在这大概率都要跑，它就会形成一种市场上合理的一种行为。你在这个位置上不管什么条件都要出，这就是我们周线上的一个判断。那我再问大家，现在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是否要看大跌？我觉得不要看大跌不要看大跌。纳斯达克也是类似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因为到了阻力就一定要看大跌吗？不是。我们在上一周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课程，就是叫告别二维思维，请大家到 link 上去看link 上去看。告别二维思维就是一看这个地方是个阻力就马上得去做空，是这样的吗？也未必。好，我们再回到日线。回到日线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周线上我们来到了阻力，日线上这里也是阻力。在这个时候我们
应该选择减仓。为什么是选择减仓而不是做空？是因为这里面的趋势，大家看这个上来了之后，这个趋势，这个均线和 MACD 的开口非常大，它没有一个做空的一个日线级别做空的一个机会出来。它现在整体上是一个多头的盘整，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真的弱，这边就应该直接下去了，而是选择，如果在这里选择盘整，它要等一个什么呢？等一个方向的选择，有可能继续向上走加速，也有可能向下，那么有可能现在走成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转了呢？当然有可能，在这儿横盘最后出去。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位置上要谨慎，要小心。但是是否一定要看 lower low 呢？未必，这个未必是 lower low。那我们做下我们的一个判断。首先我们看这个位置上拉起来，可以进行震荡横盘后再向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那么也不排除说这个位置上震荡以后突然下来，形成一个回调。那么这个回调可以是，我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回调可以是 higher low， 也可以是 lower low， 也就是这个回调去走，来到这附近，来到这低点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散户，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应对的计划。刚才叨说了这么半天，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应对方法。那么我们的应对首先是对市场进行分类。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横盘，不排除继续向上的可能，但是继续向上我们将采取什么方法？采取短线的一些做空的方法进行应对，找市场中强势的股票，同时我们短期内也不能完全空仓。那么第二种要保留一定的多仓，以致自己不会 FOMO。第二种的话是出现一个缓慢回调，或者说小幅回调，形成什么次高点，或者是形成双底。那么不管如何，下一波的 ABC 也好，一盘整 B 也好，都是我们下一波非常重要的买点，等待这种回调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是什么情况下？是出现3月的这种情况，这里出任何一个卖的信号之后就直接向下了，那么再出现一个 lower low 的话，我们知道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买点。我们刚才看到的周线级别这个位置上 MACD 是缺少一个形态，如果真的是向下，不管是 higher low 和 lower low， 这个 MACD 就要走出这样的这个行情。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结构如果是低往下打，那么这里又形成了新的结构。如果没形成结构的话，也形成了2次的这么上差，它比一次这种特别低位的时候一次上差，它所带来的威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不应该选择去追高，我们选择这个位置上，如果选择突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选择做个股的短线或者不动，因为这不会伤到你。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跌的非常多的话，我们选择在次高或者或者新低，我们在次低或者新低处进行建仓那么这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个计划。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做羚羊，做鳄鱼。之前我看到朋友留言就是说，如果这个位置上突冲上去了，你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跟大家分析了半天，我们说这里是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但是市场上具有极强的不随机性，还有市场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如果真的冲上去了之后，那只能说我们会有补救措施也好，或者你就错过这一波没有任何关系。那么鳄鱼为什么经常用来形容金融市场上的鳄鱼，就是形容大鳄，叫金融大鳄呢？是因为鳄鱼的习性决定了，鳄鱼它就是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等待。等待是我们交易中最重要的什么呢？我们这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学会等待才会抓住机会。任何的捕食者，他们往往都是非常有耐心，只有等到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说的共振的机会不同样这个非常有把握的机会的时候，才进场出手做。也就是我们在统计历史之后，有非常好的机会才会出手。平常都是等待为主，而羚羊恰恰相反，
大家看像不像我们大多数的散户朋友们一样，就是特别怕错过每一块草都要去吃，经常在大草原上跑啊，非常爱动。那么食草动物在市场上或者说在原野中，它生存的特点是靠什么呢？是靠繁殖，也就是非常多，一波接一波，你吃不完它，因为你吃一块之后它生一大堆。这是食草动物或者杂食类动物小型就是食物链底型动物的保护自己族群的特征。但是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靠繁殖，或者说我们散户非常多，人数非常多，而且一波一波的往里进。但它是你，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一个个体来说，我们要做的是鳄鱼，我们要做一个有耐心的捕食者或者捕猎者，而不是每天跟着市场去动，也不做功课，也不学习啊，特别喜欢是天天问明天是涨还是跌，特别喜欢预测所谓的点位啊，一到什么点位谁神准，又能怎么样呢？你能赚到钱吗？最后一个失误就把账户带走，一个失误没看清楚，不是被鳄鱼吃了，就被狮子抓走了。市场是非常残酷的，不会给你任何羚羊在市场中驰骋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知道，遇到阻力处不是说马上就要做空，或者说这个机会不容易做，我做空也非常难受，我做多也非常难受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像一个捕猎者一样，耐心的趴在那儿观察一会儿，等待一会儿，培养自己耐心，培养自己的持久的耐力和毅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好，回到我们板块分析啊，板块的这个月呢，我们来看一看哪些股票是这个非常强势的。好，我们在这一周，我们看到大科技、亚马逊，然后能源比较弱啊，那么这就是有涨有跌，它是一个没有这个就是大科技比较强，指数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其实这周啊，如果你仔细观察市场的话，什么 MAC 啊，什么一些小股票啊，其实市场已经在做一种叫高低切或者叫垃圾切的一个行为，就是市场上涨的一个陌生段的样子，其实有点那意思了。那我们来看板块，我们来看板块中比较弱的，我看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我们这个位置上看能源，这个位置上的能源，你告诉我是多还是空？牛眼可以看到，这是可以形成了一个 higher low， 熊眼这就是一个 lower high， 所以你牛熊皆可知是不必要参与。我个人偏熊，但是我在这儿不做参与，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是多还是空的这么一个位置。小金属，你说这个位置上是多还是空？因为如果跌在这个位置上，对我来说反而是好做。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形成了标准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曲线的一个支撑，这里一变色，小金属你可以做，因为你就好做，这就是左侧交易。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你告诉我是多还是空？这里又是一个阻力，那么小金属这个位置上就不好判断了。来，我们看到 QQQ 大型科技股走势都差不多，这里一直都非常强。半导体一直是什么领涨，55日线和13日线一直向上。大家看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我们称之为 B 破坏，也就是反转。大家看这里下来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跌。那么这面是一个中枢之后，这是第三类卖点出来了。那么这里的反转上这一根反转是一个次级别的向上，那么它就已经打到了这个中枢的里面。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的后面的回调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机会，所以半导体可以耐心等待。为什么？因为从趋势线上这里也是一个转变，所以任何回调都有一个机会，任何回调都有机会。那么这个 ITB 一般，那我们看到之前比较强的，大家看这是一个标准的 IBB， 标准的漂亮的 ABC， 大家看这里面 A 进去横盘 B， 直接形成突破，这里面形成了趋势线的一个什么？趋势线突破造成的反转，趋势线突破造成反转，大家看对不对？这是一个趋势线的反转，这个形态都有了。那我们认为 IBB、生化这几个板块已经是什么？变成多头排列。多头排列的买点特别简单啊，多头排列买点特别简单。第一，
回调后买入，这个地方均线回调粘在一起了，这个箱体上我们说了很多次，这形成箱体，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2、3类买点的合体？为什么？这是小级别的，左边一个横盘区冒上来直接回来，这是一个最好的买点之一。底下这个横盘区可以买，这个地方突破也可以买，你都可以做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止损不断的向上移，我的止损现在就提高到了89块这儿。这个阳线的中间，它只要不灌这个阳线中间，横盘就让它横去，最好横盘啊，不要走加速。大家看这是不是这个样子？是这样。那么中概这个地方走弱了，之前我们很早就7月份，就6、7月份就讲了这个走弱了，不用看，为什么？因为这里形成了新的横盘区，上下上也可以下上下。那么这里横盘区，你让它，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区间下沿做，区间上沿卖，或者说它走出方向了以后，我们再做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最好就是我打算就是在这个区间上，在这个区间上做出这么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同理for这个 KWEB，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趋势线上的一个什么一个纠结，所以说不在这儿啊，等它这个地方24、25，我们再进行做啊，然后呢32左右再出，做这种震荡式的操作，有机会就做，没机会就不做，拉倒。好，我们看一下一些强势股票。那么这段时间强势股票不用问了，亚马逊，对吧？亚马逊这个位置上底部现在出了，这上来之后，我们分析过了亚马逊基本面，亚马逊的基本面是变成了广告公司，它是个质变。亚马逊的质变让亚马逊走上这么强道路，所以亚马逊只要向下有回调，回到13日线或者缺口，都是我们下次进入的机会。那么谷歌这个位置上，大家看这是个箱体，又到了箱体上沿，什么意思？出啊，紫色线加箱体上沿，这个地方主动卖出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强硬的啊，找强硬的，看什么强硬？微软比较强硬，是吧？这就比谷歌是不是强硬多了？苹果是不是比微软还要强硬？对吧？这就是强度强啊。那么强度强，等这些强度强的公司去做啊，它就会比较好。那么特斯拉大家看到的话，这是一个卖出，正好到13日。为什么这一打出去它就会回调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心理套牢区，虽然筹码是已经换下来了，但是这里分有一个心理的套牢区。这个位置上一到这儿，一定有好多人开始卖出。为什么？这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区间点，也是之前卖出被套牢的心理博弈点，所以这个位置上很容易出。我自己在这儿做滚动操作，这逢高不停的卖，再向下，哎，这个地儿我还没开始接，慢慢走下来，我们比如说回到760、800，我们再慢慢买呗。买了之后反正不怕套啊，买了之后不怕套，慢慢下来就继续买。哎，600多的时候，你看很多人不买，其实我也怕了，但怎么办呢？硬着头皮买一些，仓位小一点，不断的往里进，涨起来就卖一点，哎，下来就买一点，这个成本啊，你别小看这么折腾。买阴不买阳，因为它现在是个大型震荡的这么走势，很快成本就滚下来了，你就1/5仓位这么滚着就出来了，但一定要有耐心，大涨之后才卖啊，不是说涨一点就卖，大涨以后形成波段以后，然后下跌之后买，是这样的。我们看到 Qualcomm 这个位置上一个回调拉起来，那么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啊比较凶猛的，比如说看 AMD 的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100是不是一个阻力位啊？我还跟大家分享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不自洽啊。那么这里我们在第一时间英特尔出财报了之后就说买什么？买 AMD。我们在微软和谷歌出财报之后第一时间买亚马逊，这个逻辑就是因为通过分析 ER 找到了什么？找到跟它相关会受益的公司。那么你不用等它这个财报出来做，你这一轮 pre-run 就是说它出来以后这几天足够你有很大的一个盈利了。好的，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强势股啊，强势股我给大家找了，我认为基本面非常 solid 且好。那么我们从中过一下 AMD、特斯拉，然后呢这个莫德纳，大家看莫德纳这个走势，这里是阻力啊，大家注意这里是阻力，耐心等新的机会啊，耐心等新的机会。然后呢板块是小生化，然后高通、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麦当劳，大家看这个地方，这个结构出来了。高盛金融系统中和
花旗，这些都是我们，花旗这个地方大家看有机会啊，有机会了，就是都是我们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把财报都仔细读了以后，我自己把这些好的非常健壮的公司放了一个 list， 那以后我做配对交易，比如说我也看不清楚未来涨跌，我想买多，但我又怕跌怎么办？买一些指数的，我们说非常远期的一些看跌期权，可以非常价外那种。就是如果市场再度暴跌的话，它能保护我们一部分仓位，同时手上拥有我现在给你列出这些高质量的资产，没有什么毛票、什么成长股、ARK 里面那些什么 Coinbase， 那些都是短炒用的。我们只有比较长期仓位拥有的是高质量资产，这些公司不会带走你的仓位。同时，它在市场上大涨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些公司带来的盈利一点不比那些毛票少啊？只有真正经历了这种下跌好几次，你才能真正知道这些公司的魅力。因为它让你放心，你可以下仓位去做，你还不怕被套，你操作起来心理压力非常小。所以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些都是好公司啊，这些已经是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做，那我就会针对这些公司进行操作啊。那么我自己呢，买点买，卖点卖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我们这周复盘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订阅我的频道，请点赞，然后转发啊给你的朋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